目前世界上各个领域几乎都是由欧美把持，像是重要的科学研究、制造技术、人文教育等，不管经济、政治与文化上，我们都得看美国人的脸色。但东方并不是一开始就落后西方，甚至长时间与西方并驾齐驱，有涨有落。社会发展最终落后于西方是近200-300年的事情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东方人会输给他们呢？我们今天不谈西方的工业革命，不说物质器械的改变，而是从经济、人文和思想的角度去看。西方文明开始超车东方，可不是从工业革命开始。我们甚至可以在14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、文艺复兴就看出端倪。宗教改革松动了教会对民众的思想控制。中世纪的欧洲社会是双体制管理，就是有2个人可以管你，宗教上的教皇和你家的国王。宗教改革后，宗教退出政治，你家国王开始君主立宪，不立宪的国王纷纷下台。对比集权的东方帝国，欧洲又往前进步了一点。宗教改革初期，看起来像是新旧教之间的内战，团结基督徒走向分裂，整个欧洲都在战争动乱。当年欧洲的精英阶级还觉得东方是一片乐土，上层社会开始流行东方主义，追求东方的瓷器艺术品。美妙的幻想了东方舒适的生活，以为东方都是以人为本，不乱迷信。其帝国拥有大量的人口，装备了强大的军队和充足的国库财富。东方就是一个统一的大帝国，反观欧洲支离破碎，动荡不安。但近代才发现，所谓的大帝国不过是外强中干，虽然人口多，但统治阶级不断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，而变得每个人都失去个性与创造力，最后完全消失改进的能力。在社会管理方面，王权没有强劲实力的对手约束，权力越来越集中，平民越来越贫。紫禁城的老板只不过蒙古人换成朱家，然后换成爱新觉罗，这就是历史学家常说的中国朝代循环。东方人口众多，但国家少；欧洲人口少，国家却很多。各国互相竞争，百家齐放。在14世纪后的历史中，西方文明着重于追求真理，而我们则为了稳定，压倒一切革新力量，服从权力，最后变得思维退化而孱弱不堪。台湾现阶段不断的炒房，大家都知道炒房对社会是无益的，它不会让人类学会更多的技术，不会让社会进步，社会不会因为炒房而更完整，它只会赚钱，让有钱人更有钱，买不起房而鲁蛇更穷。但这些钱不会产生价值，反而生出很多含着金汤匙出生、没有能力、没有勇气的地主后代，吸干了最有创造力的中产精英的能量，让中产精英围绕着房产创新，让底层鲁蛇为了生存权烦恼。西方的教育是不断问为什么，然后找到问题的所在，去抗争，去改进，最后蜕变。我们的教育是要人少问为什么，或是找到了问题，但解决是提出问题的人，或说一句现实就是这样，你能怎么办？一直让问题继续存在并且发酵，这样造就许多优秀的东方人在学生时代就被贴上问题学生的标签，受尽凌辱，最后郁郁而终。好一点的往国外发挥所长。白人也不是全部都成功，没有改革改变的人，即使是白人也会渐渐失败的国家，但这才是正常的。相反的，让一堆人靠主产，明明是懦弱、惧怕改革，却还是成为人生胜利组。他们的幸福就是建立在令社会变弱的基础上。所以文明强不强大，这并不是人种的问题，而是思维方式上的问题。西方的文明就是建立在这500年思维变化的基础上。那些抗争，那些改革，他们研究科学，探索未知，改变文明，翻转了整个世界。而我们呢？这500年，我们多少人才为了求稳定，跑去考科举当官，抹去了创新思考，只会要你服从权威，把服从作为食物来源的保障，从而成为东方人的生存法则。东方人贪财、懦弱、爱当官，表现出的不像是国民的关系，反而像是臣民，服从帝国的臣民，只有对统治者屈从与恐惧，没有为民族进步努力的尊严。所以东方人输给西方人，绝对不是人种的问题，而是后天的思维问题。